多数玩家在付出高昂资源换取北上后，往往陷入一个致命的误区，躲在20公里外，对着敌方战舰群盲目倾泻深水鱼雷。在这种保守且僵化的打法下，北上不仅输出极端不稳定，生存能力也显得不足，对战局的实质影响力低落。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会得出北上既脆弱又无聊的结论。然而，如果你看透了这艘船的真相，你会发现北上真正可怕的是它同时具备了高航速、极致隐蔽以及毁灭性瞬间火力的3位一体特性。只要配置适切，它完全能胜任情报侦察、区域控制、渗透突防，甚至执行贴身的自爆打击。要支撑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战术，我们必须进行特化配置。首先，理所当然选择鱼雷发射管修改型2，确保在敌后游走或准备进战冲锋时，手中永远握有足够的鱼雷存量。接着，隐蔽是北上的生命线。透过升级品与舰长技能，我们能将水面发现距离压在巡良舰中最优异的 7.9 公里。但这还不够。北上的战术核心灵魂在于那极限拉长的全速发烟机和引擎增压时间。装备煤炭特种升级品，并配合消耗品强化技能，将全速烟的持续时间硬生生拉长到 43.6 秒。这 43.6 秒直接决定了北上的突击半径与生死存亡。最后，挂上 Sierra Mike 信号旗，开启引擎增压，再叠加航速技能的城区，北上的极速能飙升至 46.4 节，配合英国轻巡良舰特有的弹射起步，这赋予了它鬼魅般的机动性。在这套配置下，北上的战场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凭借极致的隐蔽与极速，在没有驱逐潜艇时，它能轻而易举地胜任第一线的情报侦察任务。想象一下，它能在敌方常规巡洋舰那9到12公里的雷达范围边缘，以极速来回穿梭，为团队提供视野压制。战局一旦变化，它又能敏感地提早迅速脱离，灵活转场于地图上的各个交战区。在这个过程中， RPF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显然，北上依赖 RPF 并不是为了去猎杀驱逐舰，而是要避开高隐蔽单位，去精准定位敌方防线的破口。它能像一艘水面潜艇，轻巧地穿透这些布防漏洞，无声无息地深入敌军大后方。而一旦成功绕侧，不仅是提供敌后情报的眼，更能从敌方主力舰完全无法摆脚的致命死角，直出一张交叉鱼雷火网。而当面对那些卡在岛屿后方定点输出的巡洋舰，或者是正携带优势相向推进的敌方主力舰时，北上将展现它最暴力的一面。在 46.4 节的急速推进下，配合 43.6 秒的全速烟，北上能在单次烟雾的掩护下强行突进起码6公里的距离。这意味着它能从 7.9 公里的隐蔽极限处启动烟雾，无视敌方的炮火，直接糊脸到距离目标仅剩2公里的绝对点亮。用6公里的浪漫突进换来好大一碗鱼雷汤。更进一步来说，北上在战场上的存在，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实体化的战场迷雾。只要你在地图的一侧亮过相，敌方的心态就会受到影响。偶尔去无人区偷个点，再配合20公里长程鱼雷的有效覆盖范围，即便敌方约略知道你的大概位置，也永远无法确定你手中还捏着多少颗鱼雷。而鱼雷又是一种滞后性极强的武器，当你利用高航速频繁转场，
游走于数个地图上最适合北上发挥的战略要地时，你实质上已经牵制2条甚至更多战线的节奏。反过来说，如果把北上当作传统点位防御型驱逐舰，死守在据点内进行拉锯，那就是完全的逻辑死结。薄弱的装甲与闲置可预测的稀疏火力会在被动防御中被敌方轻易化解。北上强在狩猎，强在利用高速创造攻击角度，一旦丧失主动权，就等于自断二臂。这就是北上真正的浪漫，也是让这艘船再次伟大的核心法则。Make Kitakami great again.